小伙身边美女如云，却被一个90岁老太轻松拿捏。他直接拉起小伙的手，一块金表就塞进他手里，对小伙说 Come back to me。 此言一出，小伙一脸懵逼，同学们全都投来异样的目光，纷纷猜测这老太到底有多富。殊不知在70年前，老太就已经和小伙谈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她总算完成了心愿，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听着小伙喜欢的音乐，拿出小伙写的剧本，坐在摇椅上了无遗憾的告别世界。却因老太那晚的出现，造成小伙8年找不到女朋友。无奈的约翰只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命运的转动如此奇怪，他路过一间大酒店，却又倒车回来，感觉这间酒店似曾相识，但就是想不起来。当约翰拿到房卡时，一位热情的老伯便领他去房间。他是酒店的老人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守在这里，早把酒店的每个细节都装进了 CTU。他正要离开时，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Have we ever met before? 约翰愣了一下，连忙摇头否认，这是第一次来到酒店。约翰肚子早已开始抗议，却还没到开饭时间，他就在酒店四处转悠，不知不觉走进了一间历史展厅，却感到侧面有一道炙热的目光凝视他。他猛然转身，发现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女人美得令人屏息，她微微上扬的嘴角，仿佛有无尽的故事等着要倾诉。约翰被这迷人的气息深深吸引，当他寻找关于她的介绍时，底下却空空如也。他立刻来找酒店百事通，问起这位神秘女人的来历。老伯告诉约翰，照片中的女人名叫麦当娜，是70年前风靡一时的大明星。然而这位传奇般的女子在8年前安然离世。约翰听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惋惜，他开始频繁地跑去看那张照片，连睡觉都辗转无法入眠。旅行计划被他抛到脑后，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弄清楚这位神秘女人的故事。于是他去了当地的图书馆，开始翻找关于麦当娜的一切资料。他得知这位昔日的舞台女王曾是话剧界的灵魂人物，可就是这样一位耀眼的女人，却选择终身不嫁，吸引后更是过起了隐居生活，没有留下太多痕迹。约翰几乎把图书馆找了个底朝天，终于在一本周刊中找到了线索，这竟然是当年送他金表的老太。为了解开谜团，他按照周刊上提供的地址，冒着瓢泼大雨赶到了目的地。开门的是一位女佣，约翰礼貌地说自己是作家，想进屋看看麦当娜的房间，并以此为创作灵感。然而女佣一句道歉便想送客，约翰无奈地掏出金表，女佣的目光落在金表上，整个人顿时怔住了。这可是麦当娜生前从不离手的宝贝，可见眼前的小伙不一般，于是便放他进来。屋内不大，却布满了时代的痕迹。约翰徘徊在那些礼服和遗物之间，忍不住问女佣，麦当娜是个怎样的人。 People who knew her when she was young said that she was quick and bright and full of fun, strong, willful, not at all the way she was later. What made her change? I don't know, but change seems to have taken place about 1912, after she performed in a play at the Grand Hotel. 约翰低头沉思时，书架上的一本书吸引了他的注意，可女佣却告诉他，这本书麦当娜看了无数遍。约翰发现这本穿越时空的书竟是大学导师所著，他不禁想起导师曾讲过的故事。导师曾在一家破旧的旅店，他手握一枚古代硬币，反复对自己催眠，想着要去硬币的那个年代。结果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真的穿越了，虽然只有短短一瞬间，但那种感觉让他终生难忘。后来他反复尝试，却始终没有成功。或许穿越这种事情，一生只能遇到一次。这时约翰看到了酒店的大模型，竟还隐瞒着一个音乐盒，播放着他最爱的旋律。这一系列的巧合就绝对不是巧合了，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冲动，约翰直奔一家古董店，精心挑选一枚1912年的硬币。他换上一套略显陈旧的西装，剪了符合那个年代的发型，将酒店现代化设备全都关进了小黑屋。他对着镜子反复练习，见到麦当娜开口的第一句话，一切都准备妥当。约翰将硬币放进口袋，满怀希望地躺在床上，录音机播放着自己预先录好的催眠语。他闭上眼睛，努力想象那个年代的画面，想象和麦当娜在某个地方相遇。但时间1分1秒过去，除了耳边嗡嗡作响的机械声，什么也没发生。折腾了一天都毫无结果，约翰的耐心逐渐被消耗殆尽。他看着麦当娜的照片，那本该充满温暖的笑容，此刻却像是在讥讽他的无能。他实在无计可施。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他的目光无意间落在展柜中的一本住客登记簿上，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立刻跑去找老伯，得知以前登记簿的存放处，他顾不得灰尘扑面，埋头翻找着那些泛黄的记录。终于他找到1912年的那册登记簿，他的手有些颤抖，小心翼翼地翻开，眼睛快速扫过每一个名字。就在下一秒，他的心脏几乎要跳出来，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而在另一页的某一行，正是麦当娜3个字。他的猜测是对的，这不是幻想，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有了这份证据，他的心境变得异常平静。回到房间后，他把那台不靠谱的录音机塞进床底，再次躺到床上，
闭上眼睛，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他不断冥想着麦当娜的微笑，想象着她站在阳光下的模样，渐渐地感到一种奇妙的恍惚，仿佛身体变得轻盈，像是漂浮在时间的长河中。当阳光洒满房间时，他缓缓睁开眼睛，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改变了。他的心中暗自激动，他知道成功了，却出现在了别的房间。孤男寡女正在协商如何才能喝到纯正的营养快线，这种需要 VOP 才能看的节目。约翰转身就逃了出去。约翰按照登记簿上的房号，一步步走向麦当娜的房间。他不断地练习着见面的开场白。终于，他站在房门前，深吸了一口气，敲了敲门。但开门的不是麦当娜，而是一名女佣。得知他要见麦当娜，直接送客，也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垂头丧气地走向大堂，没想到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这里豪华的装饰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让整个大堂显得热闹非凡，和70年后冷冷清清的大堂完全不同。就在他发愣时，一只皮球朝他飞来，却听到前台对男孩的训斥。原来眼前的小男孩就是那老伯。不得不说，老伯的记忆力真是好。几经周折，约翰终于打听到麦当娜在化妆间。他再次练习见面语，鼓足勇气推开门。Flustered, my sweet? Qu'est-ce que c'est? Never seen an actrice en déshabillé before? I'm looking for Miss McKenna, please. Oh, most likely walking by the lake, my dear. Thank you. Oh, watch it. Sorry. Excuse me. 约翰赶忙来到湖边，远远地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如同从画中走出来的一样。他心中排练过无数次的问候语，却在这一刻被卡在了喉咙里，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他似乎察觉到他的存在，突然转过头来，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眼神里藏着一样的深情，仿佛彼此认识了很久一般。麦当娜却主动打破沉默。 Is it you? 声音中带有一丝轻柔，也有几分试探。约翰愣了片刻，随即摘下帽子说 Yes. 这时麦当娜的助理突然出现，打断了这一刻的美好。这个助理为了保护麦当娜的星途，严密监视着她的生活，从不允许她与任何男人过多接触。可她并不知道，就是这短暂的接触，却在麦当娜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抵达餐厅后，约翰四处寻找麦当娜的身影，然而人多的让他有些迷茫。直到又遇上了那300斤，在他的指引下，他才瞥见舞会角落里的麦当娜。她优雅的舞姿令他无法自拔，使出一招声东击西，成功把舞伴赶走，争取到了与麦当娜共舞的机会，便开始倾吐心声。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你。麦当娜听得云里雾里，但看到约翰眼中的那份真诚，心底的戒备渐渐放下，紧绷的情绪也开始缓和。可就在这时，助理却叫人把约翰轰走，麦当娜却做出一个意外的选择。 One moment. I shall go with him. 两人匆匆来到门口，麦当娜开始询问约翰的一切。经过一番交流，他终于确信两人从不相识。约翰却好奇地问起：“他在河边说的那句是你吗？到底是什么意思？”自我怀疑的麦当娜没有解释。约翰见他为难，便把问题推在了以后。可助理又投来愤怒的眼神。麦当娜无奈地离去，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一晚，麦当娜反复回想白天的奇遇，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抹微笑，心里已经悄然种下了爱的种子。没想到这家伙一大早就找上门，满脸期待地邀请他去吃早餐。他试探性地拒绝，约翰立刻转变了策略，邀请他吃午餐。麦当娜解释有演出无法抽身，尽管多次被拒绝，约翰依然没有放弃，继续邀请他去散步。麦当娜终于被他的真诚打动， Yes. 辛苦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约翰欢呼雀跃，在花园里静静等待他的到来，却等来了助理的警告，不管他什么目的，以后都不能再接近他。可对于约翰来说，这样的威胁根本不值一提，因为他穿越的目的就是为了麦当娜。麦当娜如约而至，尽管他的助理仍旧紧随其后，两人立即坐上马车，摆脱了身后那只跟屁虫，心情愉悦地向海边出发。漫步在阳光洒落的草地上，慵懒的阳光让一切显得特别自然，仿佛不需要过多的修饰。他们从兴趣爱好聊到了工作。麦当娜发现约翰对剧本的理解相当独到，提议让他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剧本。他们随后租了一只小船，漂浮在诗情画意的海面上，海风轻拂，气氛愈发浪漫。约翰便唱起自己最爱的歌谣，优美的旋律让麦当娜记住了这个特别的瞬间。在红房子的灯塔下，约翰再次询问见面时那句话的意思。麦当娜微微一笑，告诉他 William told me you were coming. Robinson? Yes. He knows somehow. He really does. He told me that one day I would meet a man who'd change my life. Do you believe that? No. You're obviously not. 麦当娜心中充满感激，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美妙的下午。然而心中却涌起一丝遗憾，因为过了今晚，他们就要前往别的地方演出。听到这个消息，
约翰的心情坠入了谷底，拼了老命也要找到理由进入麦当娜的房间，气氛逐渐升温，终于在那一刻亲吻了彼此。但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助理闯入打破了这份浪漫的氛围。看到房间里尴尬的两人，助理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麦当娜终于爆发了，又或许不想再当他名利路上的工具，毫不犹豫邀请约翰晚上来观看自己的演出。约翰喜出望外，留下一脸严肃的助理在风中凌乱。当他如约走进剧场时，舞台上那个演技卓越、气质优雅的女神瞬间夺走了他的视线，让他再次深深折服在她的魅力当中。然而麦当娜脱口出的台词竟然化作了一场意外的告白，令助理和演员们吓出一身冷汗。麦当娜却无法自拔，第一次遇到如此有魅力的男人，这让约翰受宠若惊。他们的目光交汇，眼里不停闪烁着爱的火花，气得助理转身去策划一件大事。好在麦当娜机智地圆了回来，演出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麦当娜在后台拍照留念，约翰急切地跑了进来。他看到爱人的瞬间，脸上洋溢着满满的爱意。摄影师快速按下快门，捕捉到了这个绝美时刻。这张照片就成为约翰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就在第二幕即将上演之际，约翰突然收了麦当娜的信件，信中提到生死攸关的事情，催促他马上来花园见面。约翰立即赶了过去，结果只见到了助理。约翰怀着不安的心往回走，却被一群打手围住，最终捆住手脚扔进了马厩。演出一结束，麦当娜迫不及待寻找约翰，但助理却告诉他约翰已经离开了，还暗示约翰是个不负责任的浪子，劝他不要再执迷不悟。麦当娜不信，他坚持要去找约翰。助理只给他1个小时，之后就要赶往外出演出。麦当娜四处找不到约翰，酒店房间也不见人影。他拿起约翰用过的剃刀，泪水早已湿透眼眶，但他的眼神很快变得坚定。当约翰醒来，发现被绑得严严实实，躺在马厩里，天早已经大亮。他拼命挣扎，摔破了一盏油灯，利用碎片割断绳索。回到酒店才发现麦当娜已经人走房空，酒店前台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失落的约翰转身离开，如同行尸走肉般坐在酒店门前的长椅上，心里涌起无尽的悲伤与无助，仿佛整个世界都要崩溃了，却没注意到身后的一抹白蚁同样垂头丧气地向他走来。当他抬头的一刹那，欢快地朝他飞奔而来。I'm being followed through to find my town someday. I'd be a stew tomorrow if I don't leave up all the say. But I don't know enough. I guess some kind of lazy day. Hey, I thought I lost you. Oh,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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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原来麦当娜发现他的剃须刀，心中坚信他没有离开，直接一脚踢飞了助理，终将换来不适合你们看的一幕。我就辛苦一点帮你们欣赏，感谢的话就免了。因为穿好衣服的约翰不小心掏出了那枚硬币，时光瞬间回到了1979年。约翰突然不受控制，面前的一切逐渐拉开距离，只听见麦当娜的痛苦呐喊。当约翰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地板上，他慌忙爬到床上，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回到过去，心中的绝望如潮水般涌来。他尝试了无数种方法，甚至企图逃避现实，但终究还是无法再见到麦当娜。伤心欲绝的他开始不吃不喝，经常徘徊在两人相见的地方，以及看着博物馆里他的照片，回忆两人曾经的美好时光。直到1周后，约翰已经奄奄一息，望着医生手电筒发出的光线，他终于看到了那个魂牵梦萦的女人。若此生无法相守，原来是共舞月下。时光可以改变容颜，却无法磨灭真心。正如麦当娜在河边问出的那句是你吗？有些人注定会在茫茫人海中相遇，有些情感注定会跨越时空的阻隔。当我们以真诚之心对待生活时，命运总会为我们安排最美的重逢。爱情或许无法永恒，但爱的能量却能跨越时空，在生命的长河中永远闪耀。因为真正的相遇是两个灵魂的共鸣，无关过去，无关未来，只在乎当下那份真挚的情感。这就是生命给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